向窗外张望一下，有必要的话戴上眼镜。也许你还想拿副望远镜或是放大镜。现在你看到了什么？无论你看到了什么，答案都可能不是那一层层近在咫尺的玻璃。但是你是否想知道为什么有如此固态的东西却看不见呢？要明白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知道玻璃究竟是什么，以及它是怎样形成的。所有一切都始于地壳，在它其中最基本的两种元素硅和氧，它们相互作用形成二氧化硅。二氧化硅的分子自动排列，形成晶体状物，被称为石英。石英通常在沙中被发现，沙大多由颗粒组成，而颗粒是多数玻璃的主要原料。当然，你可能注意到，玻璃并不是由许多石英粒组成的，这点显而易见。一方面，晶体结构内部严格形成的颗粒边缘或者很小的瑕疵反射及散射照向它们的光，但是当石英加热到足够热时，产生的热量就会让分子产生振动，直到它们打破以前的链结，进而形成流动的液体，就和冰融化成水一样。但是和水不同的是，液态的二氧化硅冷却之后不会形成固态晶体。相反，当分子失去能量后，它们就更不太可能移动而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状态。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所说的非晶型固体，一种具有混乱液体结构的固态物质，使得分子可以自由填补任何缝隙。这样就让玻璃表面在微观层面上是一致的，光可以穿透它，但不会散射出去。但是这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光可以穿透玻璃，而不是像穿过其他大多固体时那样被吸收。关于这个，我们需要进一步谈论到亚原子层面上。你或许知道原子是由原子核以及围绕着它的电子共同形成的，但是你有可能很意外地发现，它的大部分体积都是空的。事实上，如果把一个原子比作一座体育场那么大，那么原子核可能就是体育场中心的一颗豆子，而中子就像是沙粒环绕于四周的座位上。这样一来，就会留有大量的缝隙，让光可以穿过它，却不会碰到其他颗粒。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玻璃是透明的，而是为什么所有物质都不透明。答案可以归结于与原子内中子的不同能级有关。若把它们视为体育场里一排排的座位，一个电子首先被安排到某一排就座，但是它可以跳到另一个更好的一排座位，只要它有足够的能量。如果幸运吸收一个穿过这个原子的光子，刚好可以提供电子所需要的能量。但有个问题，来自光子的能量必须正好合适，才能使得电子跳到下一排。否则，光子就会穿过这些电子，就像光穿过玻璃一样，排与排分开得太远，以至于可见光的光子不能提供足够能量让电子在两排之间跳动。但另一方面，紫外线光子刚好可以提供足够能量，进而被吸收。这就是为什么透过玻璃你不会被晒黑的原因。这种既是固体又是透明体的特性，让玻璃在几个世纪以来得到了大量的应用，从可以让光照入，却又能把其他物质挡在外面的窗户，到能让我们同时看到地球以外的广袤星空，以及眼前的微小世界的镜片。很难想象没有玻璃的现代文明会是怎样，但是对于如此重要的物质，我们却很少思考它以及它的作用。这恰恰是因为玻璃最重要以及最有用的特质，是使其变得无特征并且不可见，以至于我们都忘了它的存在。这样您就会了解玻璃背后的科学。下集精彩，比萨斜塔为何不倒？观看这段视频，深入了解这座世界著名斜塔的构造和历史。